大家好，我是迅哥。前面提到 1.8 亿年前，地球上存在着一个所有陆地的集合体——盘古大陆。除此之外的所有海洋又被称为盘古大洋或者古太平洋。随着盘古大陆的南北分裂，便形成了大西洋与印度洋，再加上南北极冰洋，正好分走了盘古大洋的一半，而另一半就成了今天的太平洋。目前它覆盖了地球 35% 的表面积，足以将世界上所有的陆地重新装回去。由于盘古大陆向着四周分裂，就势必与古太平洋发生碰撞，而由于大洋板块的密度大于大陆板块，所以太平洋板块便会俯冲到各大陆板块或者密度更低的大洋板块之下，形成海沟。整体来看，也就是今天的环太平洋俯冲带。同时在板块俯冲的过程中，又会融化成岩浆，然后向上喷射，形成与海沟平行的弧形火山，这便是著名的太平洋火环。如今全球 75% 的活火山以及 90% 的地震就分布在这条全长4万公里的板块交界带上。地震频繁的日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新西兰等等，都正是处于这个火环之上。目前太平洋拥有着超过25000个岛屿，除了火环上的岛湖，剩下的大部分都属于海洋岛屿，比如热点火山岛和环状珊瑚岛。热点火山岛就是曾经提到过像夏威夷群岛那样，当板块飘过地幔热点时，一个接一个冒出的盾状火山，而环状珊瑚岛其实也与此有关。随着火山岛远离热点，温度逐渐降低，高度也会随之下降。如果刚好处于热带海域，还会在边缘形成珊瑚礁。然而末次冰期后的海平面上升，最终淹没了这些陆地。此时的珊瑚为了能继续享受到阳光，就必须向上生长，于是最终形成了一个新的环形岛屿，也叫做环礁，而中间的水域则被称为系湖。本季我们环太平洋的第一站就从帕劳开始说起，它就是同时由火山岛和珊瑚岛组成的。当更古老、密度更大的太平洋板块隐没到了密度较低的菲律宾海板块之下，便形成了一系列的海沟，帕劳就在其中。由于地球是一个球体，当板块向下俯冲时，海沟自然会呈现出弧形，而俯冲的角度越大，海沟就会越深，弧形也就越明显，于是有了今天著名的马里亚纳海沟。然而大角度的俯冲同时又会带来其他现象，即岛湖之后的地壳会因为拉扯而开裂，与火山湖的爆炸式喷发不同，裂缝中的岩浆会缓缓流出，形成海极，于是又有了今天的九州帕劳岭。由此可见，帕劳处于一个特殊的地理位置之上。如今的它被一个庞大的堡礁系统所环绕着，仿佛要塞一般。堡礁之内还是浅海，堡礁之外就变成了万丈深渊。帕劳最大的巴博尔道布岛就是一座火山岛，而南部的岩石群岛则是由无数被抬升的珊瑚岛组成。两种截然不同的岛屿上，植被群落也存在着明显差异，所以帕劳虽小却五脏俱全，地形地貌丰富，生物种类也繁多。帕劳的西南角则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潜水圣地之一，包括蓝角之下的4孔蓝洞，落差巨大的大断层，都存在着丰富的海洋生物。其中帕劳的国宝苏梅鱼就喜欢生活在这些陡峭的地方，所以这里又被称为上帝的水族箱。帕劳的气候属于典型的热带海洋型，全年都是雨季，不过多以雷阵雨为主，所以彩虹会频繁出现在天空中。再加上艳丽的珊瑚会通过清澈的海水映射到海面上，形成七色海的景观，于是这样一个海天斑斓的帕劳也被通常称为彩虹的故乡。不过最值得一提的地方还是水母湖，这里同样是由12000年前海平面上升而形成的，今天还可以通过礁石中的隧道与海洋相连通。湖中的金色水母和月亮水母也从此被孤立了下来，而因为没有了天敌，也失去了毒性，还成为了世界上独有的无毒水母。而令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也因此成为了人类的游乐场。水母湖最致命的威胁则是厄尔尼诺现象，水温的升高使这些无毒水母们屡次濒临灭绝，然后又勉强起死回生，所以帕劳政府也多次关闭过这里，上一次就在2016年，直到2019年才重新向游客开放。以上乍舌的奇观通通位于南部的世界遗产岩石群岛，目前这里属于无人居住的保护区，拥有着形态各异的卡斯特礁岛和迷宫般的通道。由于帕劳没有4季之分，气温平均在27度左右，所以这里永远都是绿色的。而就在小岛的底部，还隐藏着一些诡异的洞穴，里面甚至发现了一群平均身高不足 1.2 米的成年古人类遗骸。他们究竟发生了什么，又是如何出现在这里的？欢迎转发和留言，我们下期再见。